有意识的沟通。在基本的沟通中，我们是完全无意识的。当我们不了解对方的需求时，我们就处于精神上无意识的状态。有意识的沟通要求我们达到更高的标准。我们不仅要对自己沟通的回应负责，还要对对方的回应负责。有意识的沟通可以使我们成为最好的。这一集影片，我们要来向你报告有意识的沟通。宜家快报，快乐的向你报告。你好，我是明珠。宜家快报，我们用宜家的角度来报道不同的主题。什么是有意识的沟通呢？我们必须了解另一个人的敏感度，那个人的水平，他们从哪里来，然后我们才能沟通。这就是所谓的有意识的沟通。有意识沟通的5个法则：一，当你说话时，你听到他了吗？通常答案是没有的。你听到你的想法，你听不到你的声音，这是第一个缺点。2，当你听到时，对方是否听得清楚呢？答案是没有，而对方认为他在听。3，当你说话时，你是否觉知到你是从哪个脉轮在说话呢？4，你知道互换脉轮吗？当你说话时，你是从哪个脉轮在说话？你的目标是哪一个脉轮？你正在穿透哪一个脉轮呢？5，你是否有耐心立即看到效果？你是否在潜意识和意识中立刻记得并处理它？说话是有艺术的，讲话并非说话。人生有3件事，我们必须说任何我们想说的话，但如果有人要求你这么做，你就必须证明这一点，并且必须以对方能够听到的方式说话，否则沟通会产生非常神经质的反应，它会在你和另一个人身上产生一种神经质的反应，然后这将是2个神经质的冲突。每当我们的潜意识超过我们就是神经质的；每当我们的意识接管，我们就是美丽的。这就是2者之间的区别。如果我们学会准确地说出每个字，我们就可以完全避免我们对我们的身体和心智做出的很多强迫行为和反应。准确地说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有意识地按照另一个人的频率，而不是我们自己的频率来与另一个人沟通。我们永远不会为自己说话，我们总是为别人说话。当我们开始为自己说话时，我们会被称为狂人。作为人类，我们是所谓心理胁迫的受害者。我们强迫自己的心智，带来忧郁和沮丧。我们什么都知道，但我们对心智一无所知，因此我们的行动和反应都是喜怒无常的。每个喜怒无常的人都会有忧郁，它是一种平衡。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不是基于我们的感受，而不是基于是或否。如果我们生活在自卑情节中，就会说任何低人一等的事情。如果我们玩弄情绪并做出反应，我们的注意力就会变窄，我们会失去对事物的洞察力和来龙去脉，经常被牵着走，甚至会跳进我们后来会后悔的事情中。我们的心智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让我们的心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呢？老实说，我们和我们的心智之间没有联系，因为大多数时候，每个人只希望拥有一张美好的脸庞，并且健康美好。如果我们想看清生活的真相，如果我们的心智在我们的控制之下，其他一切都会好起来。为什么它没有发生呢？
这就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大多数时候，我们是环境的受害者，我们从来没有达到要做出承诺的意识。正是有意识的承诺带给我们幸福和进步。我们的每一句话都必须得到行动的支持，我们的行动必须证明我们。如果我们的承诺是情绪化的、喜怒无常的，那么它就不会起作用。如果是喜怒无常的，脾气就会发作，我们会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情绪就像潮水，来了又去了，我们不能保持它。所以每当我们的承诺是情绪化、喜怒无常的，在我们看来，我们当时看起来还不错，但当它结束时，它带走了我们的人格，那就是我们如何强迫自己的心智和人格的方式。事情是非常非常简单的，身体和心智给予我们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我们的灵魂。我们心智的灵活性是真正智慧的基础。当我们为我们的灵魂服务时，我们是精微的、冷静的、和平的。当我们为我们的假我服务时，我们会感到恐惧和害怕。如果我们想让我们的意识获胜，如果我们想让我们的身份主导我们的行动，那么我们必须保持警觉、集中、超越分心，同时处理我们通过意识所听到的一切。沟通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在沟通过程中保持放松和集中的能力，承认我们内在之眼无限的本我的无限力量，它允许毫不费力的同步处理。关键是集中和警觉，聆听、学习和改变的完美状态。从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引导我们的注意力和心智的力量。在这种有洞察力的状态中，我们整体的感知话语、精微的信息和我们自己的直觉资讯。我们没有思索，我们非常的临在，有意识的沟通，并赢得这一天。感谢你的收看，也感谢你的订阅和留言和分享。我们下一个影带见。